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2003年日本拍的中国历史剧《流浪王妃最后的皇帝》。电视剧根据溥杰和嵯峨号的自传改编，以抗日战争为历史背景，讲述了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溥杰和日本妻子嵯峨号一生颠沛流离的命运。日本作为侵略者的角度去拍摄这段历史，很客观地反映了日军在中国的暴行和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还有很多的反思。这部电视剧的总投资高达10亿日元，筹备了整整3年，在故宫实地取景。这也是继末代皇帝以来中国第2次允许外国电影在紫禁城中拍摄，还把溥杰的女儿请来当顾问。剧中的服装、场景、礼仪都尽量按照历史去还原，和服和清朝的古代服装十分精致和考究。这部电视剧可以说是群星荟萃，除了主角由主演内丰、长盘贵子2位日本大牌明星饰演外，还请来天海佑希等明星担任配角。另外，剧中饰演溥仪的是86版《西游记》中白龙马的扮演者王伯昭，很多人没看出来，可见时光荏苒，岁月无情。故事呢，讲述了清王朝被辛亥革命推翻后，皇帝溥仪在日本人的控制下成为了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而他的弟弟溥杰在日军的策划下前往日本留学。因为溥仪一直不能生育，日本人为了进一步控制中国，就让溥杰和日本的皇室联姻。忠心不二的溥杰以为这是哥哥的命令，为了复兴大清王朝的梦想，无奈只能答应了这桩赤裸裸的政治婚姻。被安排嫁给他的女孩是裕仁天皇的表妹嵯峨号。出身于名门贵族的她，从小就受过良好的教育，一直过着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但得知自己要嫁给一个中国人的时候，她非常反对。可是迫于日本军方的压力，嵯峨号只能答应。然而没想到的是，双方第一次见面就对彼此都颇有好感，还在私下开始约会。1937年，嵯峨号和溥杰在东京正式举行了婚礼。虽然他们都是因为身不由己的命运才被安排走到一起，但是却彼此真心相爱。一个不对的方式，却让他们遇到了对的人。卢沟桥事变后，中日战争正式爆发，嵯峨号跟随着溥杰回到伪满洲国，穿上了清朝的正式服装，按照宫廷礼仪拜见了皇帝溥仪和婉容皇后。而溥仪怀疑嵯峨号是日本派来的间谍，对他们的态度非常冷淡。嵯峨号怀孕后，溥仪更加不安，因为按照日本修改的清朝地位继承法，嵯峨号如果生下的是男孩，就会成为伪满洲国未来的皇帝，而溥仪必然会被除掉。好在不久后，嵯峨号生下的是一名女婴，溥仪才松了一口气。同时，日本让伪满洲国皇帝有日本血统的美梦也随之破碎。之后，溥仪遭遇暗杀，被溥杰所救。这一切让溥仪放开了心里的防备，对他们态度才有所转变。溥杰和嵯峨号本来怀着美好的希望，愿意做两国和平的桥梁，希望两国停止仇恨。但是日军却在中国烧杀抢掠，一步步地加剧了仇恨。他们美好的初衷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变得非常脆弱。嵯峨号的心中感到非常的痛苦和难过。虽然他们不止一次地保护了受到日军迫害的中国人，可终究是杯水车薪，心有余而力不足。一天，嵯峨号的好友春子突然来访。春子原是日本的一名纺织工人，后来和中国留学生小李成为了恋人。因为无法忍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杀害，春子就离开了日本，和小李一起加入了抗日组织。如今小李病重，因为怕遭到日军逮捕，所以想让嵯峨号帮忙把小李带到医院治疗。等溥杰和嵯峨号安排好汽车去接小李的时候，没想到却被日军的特务跟踪，反而导致小李被杀害。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奋起反抗，四处进行着抗日运动。加上日本和美国的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眼看局势越来越不利，所以对中国人的压榨更加疯狂。目睹了这一切的嵯峨号饱受着良心上的责备和煎熬，作为日本人的他感到非常难过，于是决定成为一名中国人，一起去对付可恶的日本人。到了1945年9月，日本战败，裕仁天皇亲自宣布了投降的消息，伪满洲国也随之土崩瓦解。溥杰和溥仪计划坐飞机逃往日本，等安全到达后再让嵯峨号从朝鲜半岛前往日本。但是没想到还没上飞机就被苏联给逮捕了。于是嵯峨号带着年幼的女儿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生活。中途他们饱受了各种苦难，随后多次在各地辗转。经过1年多的逃亡后，嵯峨号终于在1946年坐上了前往日本的船。回到日本后，嵯峨号一个人独自把女儿抚养长大。她每天都会给了无音信、不知生死的丈夫写一封信，可是却不知道寄往何处。直到7年后的某一天，
他突然收到了溥杰从中国战犯管理所写来的信，原来是女儿惠生曾经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请求他帮助寻找失散多年的父亲。就这样，溥杰和嵯峨号终于取得了联系。之后，惠生爱上了一个日本青年，一向对女儿慈爱有加的嵯峨号却极力反对，理由是惠生是中国人的女儿，只能嫁中国人，不能嫁日本人。最后，惠生和男友双双殉情自杀。1959年，溥杰被特赦回家，因为当时的中日还没有恢复邦交，所以1961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特别准许下，嵯峨号穿上旗袍，带着次女护生，不远千里来到了中国广州，终于和分别了16年的溥杰团聚。当嵯峨号含泪把女儿惠生的骨灰盒递过去的时候，溥杰泣不成声。同年，嵯峨号加入了中国国籍，和溥杰两人在北京过着宁静祥和的生活。嵯峨号和溥杰都是被历史绑架的人质，战乱一直左右着他们身不由己的命运。好在阴差阳错，让他们都遇到了生命中正确的那个人。所以无论这段爱情如何坎坷，如何颠沛流离，他们都一直深爱着对方，从未放弃。如今再也没有什么皇帝和王妃，他们终于能像普通人一样拥有一个幸福温暖的家。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有情人终成眷属。谁能想到金庸小说中的杨过和小龙女，却在历史上真实上演过？他们的爱情跨越了国界和战争，证明了什么叫做至死不渝。